我坦白，我瑞幸是在6年级，记得那是一个盛夏周末的下午，我洗澡用冷水冲凉时突然觉醒，浑身发抖，打了一个哆嗦，不知道发生了些啥。初中第一年，我被寄养到了亲戚家里，他家有一个大我3岁的哥哥。上小学时，暑假都会去到城里和他去住，那是我暑假最期待的事情。我们会睡在一张床上，那个时候我们会一块儿穿内裤，在外面用冷水洗澡。我会偷瞄他比我成熟的身体，晚上期待和他睡在一起。但是我睡觉的时候会搞一些小动作。2011年上初中的时候，我就被寄养到了他家。他和我在同一所中学，但是他读高一，这样有伴一起上学。但是，一到晚上他会看言情小说，之后会对我有蹭等不可描述的行为。我会假装睡死过去，任由摆布，对他的行为无动于衷。这样的事情其实每晚都在发生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 WX，但是这对我的影响并不大，因为他在我心中始终是一个大哥的形象。我至今也没有告诉过他，其实我是在装睡。这种情况持续了初一的一年，初中开始要上晚自习了，这对我没有住过校的孩子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。我在初中还是一个比较内敛的性格，上课就安静的认真听讲，下课也不到处去玩，因为我一直被灌输着要好好读书，感觉上课认真听讲，下课完成作业就行了，其他的事情就不用去做。那时的初一真的很纯粹，晚饭后我都会早早的到学校，9月的晚风吹拂在脸颊，凉凉的。我会在学校充满杂草的操场上抓着蛐蛐，偷偷的带到教室里，然后再放出来，给安静的晚自习增添点乐趣。同学会带手机去上晚自习，课间会放着《樱花草》这首歌，这首歌伴随着我整个初中。后边我每次给语文老师接多媒体前，我都会在课前放这首歌，而我也会在同学们的欢声笑语中等待着我的新的同桌到来。他是一个混混头子，小刘海，双眼皮，娃娃脸，但身子又有点壮，抽烟喝酒，各种不良嗜好他都沾。他身上的那种痞里痞气，再加上家里有点小钱，上课是那种捣蛋的，下课又是一群人去疯的那种类型。我的安静和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他在别人面前很暴躁，但是作为他的同桌，他却会很依赖我。可能是我学习比较好，会给他抄作业。那个时候真的幻想过晚上和他一起回家，我给他补习功课，之后在一起睡觉的场景，但我始终没有开口说出这样的请求。我从来不清楚他在外边又和谁打了架，又干了啥坏事，我只期待每次上课时偷偷牵他的手，我和他十指相扣，他在我面前撒娇，然后给他抄作业的样子。我会默默的关心他，对他好。后桌2个女混混看着我们这么甜，就问我是不是喜欢他。我没有说话，我就随便的搪塞了几句，但我能感受到我当时脸一下就红了。初一的我还没有喜欢男孩子的这个概念，只是想要默默的照顾他，和他享受那种直男的小把戏。但好景不长，那时初中真的很流行混社会，尤其是大姐大，我班上就有一个一姐，之后他俩在一起了，他换座位坐到了最后一排，和那个女同学。和他同桌结束也意味着我对他的感情也变成了默默的隐藏，也进入到了和初恋的那种情感的循环中。这是我喜欢的第2个直男。初二其实是我转变最大的一年，但是留着后边讲吧，因为初二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，慢慢跟大家分享。我真是把大家当朋友一样聊天，这样有的时候连跟前任都没有讲过。比如说那种算是 WX 的行为，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，但真的是没有不良引导啊。其实我就是在分享我的童年创伤而已，求审核，大大放过我。确实，人要向前看。等我分享完我的人生故事之后，我去创造新的故事。我是包包，咱们下期再见。